你有没有想过，4000年前的中国北方怎么会冒出一座完全用石头砌成的巨城？而且它比同一个时代已知的任何一座城都还要大上许多。更奇怪的是，翻遍所有留下来的古书，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提过它。这座城像是凭空冒了出来，又在某一天悄无声息地消失。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时髦。这座城的故事要从一场延续了很久的误会说起。住在附近的人世世代代都以为山梁上那一长排石头不过是后代某个朝代留下的长城残段，直到考古队真正动手把石头下的泥土一层层清开，才惊觉自己面对的城年代早得离谱。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史书写过的朝代，测出来的年份让现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距今大约4300年，比中原公认最早的王朝还要早上好几百年。也就是说，这座城比传说中的夏朝还要老。那么这座城到底有多大？光是最外圈城墙围起来的就有大约400万平方公尺，换算下来差不多等于500个足球场拼在一起。整座城由外往内分成3层，最外圈的外城圈住大片的居住区，再往里走一圈是防守更严的内城，而在最核心坐落着一座建在巨大高台上的堡垒。考古队给最中心那座高台取了个很有分量的名字，叫皇城台。它就像一座人造的石头山，用夹着石板的夯土一层层往上叠。皇城台最高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7、8层楼，站上顶端，整座石城一览无遗。4000年前，这座城里里外外住着上万个人。要盖这样一座城，得从远处把几百万块石料一块块搬上高原。他们还在墙体里埋进一整排木头当筋骨，加固整道墙身。这背后动用的人力是一个天文数字。这说明4000年前的这里已经有一个能号令上万人的权力核心。这不是一个部落，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这座城的防御还藏着一些超越时代的设计。在城门外面，他们特地多盖了一圈半月形的围墙，把整个入口包起来。敌人要攻进来，得先挤进这个半圆的口袋，一旦进去就会被高墙上的守军从3个方向同时射击，插翅难飞。这种让人有来无回的设计叫瓮城。城墙上每隔一段就突出一座方形的墩台，守军站上去就能射到贴墙根的死角。这些设计比中原出现同类的东西早了1000多年。不过真正让专家整夜睡不着的是这些城墙本身，因为在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里藏着一些根本不该出现在那里的东西。砌墙的人把一片片仔细打磨过的玉器刻意塞进了石头的夹缝当中，这样的做法在其他任何一座古城都找不到第二例。要知道，玉在那个年代是比黄金还要贵重的圣物，把成批的玉砌进墙里，等于把一整座宝库永远封死在石头中间。有研究者推测，这是一种护城的仪式，想借玉的灵力镇住整座城。但玉还远远不是这些墙里最惊人的东西。就在其中一道最重要的城门正下方，考古队挖开了几个不起眼的坑，坑口的泥土明显被人动过，里面的东西让所有人倒抽了一口气。坑里一颗挨着一颗，整整齐齐地埋着人的头骨。光是城门一带清出来的2个坑就数出了48颗，而整座城里这样的坑还不止这2个。经过鉴定，这些头骨大多是20、30岁的年轻人，很多还带着砍痕与灼烧的痕迹。没有身体，只有头，埋在城门即将动工的位置，脸还朝着同一个方向。这是一场奠基的献祭，在城门开工前，先用活人的性命把人头埋进地基，用一条条性命去换一道墙的稳固，也换神灵的庇佑，这是那个时代的规矩。这些年轻人到底从哪里来？研究者推测，很可能是战争中抓来的敌方俘虏。在胜利者眼中，他们的性命就是献给神灵，也献给这座新城的祭品。在4000年前的时髦，人命只是筑城要付出的其中一种代价。这座石头巨城最深的地基是用血砌成的。走进皇城台，还有另一批更诡异的东西正从石墙上盯着每个靠近的人。在皇城台的墙面上嵌着一张张用整块石头雕出来的石像，考古队一共找出上百件。眼睛瞪得又圆又大，
嘴巴裂开，牙齿外露，既像人又像某种说不清的生命。过了整整4000年，那股狠劲还牢牢地钉在石头上。有的是人，有的像神奇，还有的是混着人与野兽的怪物，全被砌在墙里，一律面朝外。皇城台的顶上曾经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建筑，如今地面上只剩散落的彩绘墙皮碎片，还有成排的石柱基座。这里很可能就是整座城最神圣的宫殿或是神庙。就在这座高台上，考古队还挖出了几十只用苗骨做成的笛子，这是中国目前找到最早的一批管乐器。同一批出土的还有一种薄骨片做的口簧，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同类乐器。可以想象4000年前的某个夜晚，这座城的最高处飘着一串清亮的笛声，笛声混着献祭时低沉的鼓点，一路传到城墙之外。石峁绝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城，它的影响力顺着黄河与草原铺展得非常远，远到南方的长江流域都找得到它的痕迹。城里挖出来的东西来自四面八方，有北方草原才有的青铜，也有南方千里迢迢运来的玉料，还有一种拿鳄鱼皮绷成的鼓，那种鳄鱼只生活在遥远的南方水乡。能把这些相隔千里的东西聚到同一座城里，背后绝不简单。那是一个既强大又极懂组织的势力，掌控着整片高原的贸易与命脉。可是，这么一座费尽气力筑起的强城，前后只存在了大约300-400年。到了距今约3800年前，它就被彻彻底底地放弃了。现场没有大规模战争的痕迹，没有烧成的焦土，也没有屠杀的乱葬。那些人像是收拾了行囊，成群结队地就这么走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什么非走不可？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的后代很可能就这样散尽了后来的部族，再也认不出来。有人推测是气候变冷，这片高原再也养不活这么多人。也有人推测是被更强悍的对手一步步逼了出去，但这些都还只是猜测。一座耗费了无数人力、无数人命堆起来的城，最后说走就走，这份决绝比他当初的横空出世更叫人费解。他们像是头也不回地抛弃了自己的家。他们走的时候，甚至没有把砌在墙里的玉一块块挖走。那么贵重的东西就这样留在原地，整座城连同财宝与秘密一起交还给了时间。石峁的横空出世狠狠动摇了一个流传很久的老观念，那就是中华文明只有黄河中游那一个唯一的发源中心。过去人们总把目光锁在中原，很少想到北方的黄土高原。原来在中原之外，同一个时代的黄土高原上，早就站着这样一座石头之城。它高度发达，组织严密，掌握的技术很可能还反过来影响了后来的中原。石峁逼着我们重新去想所谓文明的起源，那也许从最开始就不是一盏灯，而是好几处火光在同一片夜色里同时亮起。如今在站上皇城台，脚下踩着4000年前的石头，眼前是一整片沉默的黄土。那座城当年叫什么名字，早就没有人记得了。我们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名字去称呼住在这里的人。石峁只是这片山峁如今的地名，不是他们给自己起的称呼。但那些砌进墙里的玉，盯着你的石像，埋在城门下的头骨，都还在替他讲着没说完的故事。一座曾住上万人、强盛几百年的城，被后世忘得这么干净，比任何秘密都让人心里发凉。而它很可能只是这片土地上众多被遗忘的城里的一座，还有多少仍埋在黄土底下？如果石峁这座被写丢的城也让你想起那些课本没教却真实存在过的过去，那就顺手按个赞，也点个订阅。有你的支持，我们才有力气再去挖下一座被遗忘的城。